人为贪财身先丧，轮子骗钱命早亡，任理奸猾多取巧，美国监狱也肯屌。法轮功啊，这回呢是完球蛋了。为什么呢？这个外部压力一大呀，内部就开始乱啊。这个邪教已经开始狗咬狗了，法轮功旗下的媒体造反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自从《纽约时报》啊这个揭露了法轮功的这些内幕啊，很严重啊，什么洗钱呐、虐待儿童啊，什么这个非法用工啊，诈骗美国政府啊，这一系列的文章立刻就登上了美国媒体的热搜。法轮功这么多年在美国啊，靠撒谎造谣来这个编织的自己的所谓的形象彻底的崩塌了啊！法轮功的摇钱树神韵，这个在美国那就臭了呗，哈哈！而且呢，气急败坏的竟然向这个 FBI 举报《纽约时报》是共产党。中共代理人《纽约时报》啊，好吧，当然了，这个昏招呢啊，他马上就意识到了，立马就要撤回，可是呢，被媒体都给发现了呀，啊，说这脑袋被驴都踢了吧？你他妈举报《纽约时报》是共产党啊，这帮孙子！从此以后，法轮功神韵在美国那就再也卖不出票去了，卖票的成绩是惨不忍睹啊，上座率连个1/5都没有啊！所以李洪志的摇钱树神韵塌了呀！啊，没钱了怎么办呀？没钱了就开始出昏招嘛，人这一穷他就急，一急呢就出错，把这个大纪元的财务总监，就是那个现在被美国政府正在起诉的洗钱重罪的关卫东，薪水给停了啊！而且呢，把他的这个工作签证都取消了。这个昏招啊！你说你把他工作签证取消，他就成了美国的黑户了，他就面临着审判，以后就遣返。你说能不把李洪志给咬出来吗？看见了吗？啊，关卫东被就是后来李洪志任命的张兵管理层整啊，管理层不希望保释关卫东，停发他的薪水，举报关卫东泄露文件，跟检察官沟通，让他认罪，托朋友劝他认罪啊，然后呢，媒体中的特务逼关卫东认罪。是吧？啊，好家伙，这关卫东被逼急了啊，各位啊，而且呢，关卫东的合法签证也撤销了啊，这会儿狗急跳墙了。不过这个关卫东这个轮子的时间太长了啊，那脑子里边都被李洪志把轮子给射满了啊。然后呢，关卫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说什么呢？说他是被中共陷害的，就是这老傻缺啊，是还没缓过来呢，还疯着呢啊，这脑子里边轮子还转着呢，中共陷害他，好吧？那么根据网友的总结啊，关卫东说，以这个张兵为首的现在的大纪元的高层是最大的中共特务，参与构陷关卫东，并把祸水引至李洪志师傅。若关卫东认罪，大纪元将面临着倒闭，并且殃及神韵等项目，殃及师傅李洪志，中共特务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法的弟子们啊，捍卫大法，捍卫师傅，支持关卫东。关卫东正面临被暗杀的风险，若有不测，绝非自杀。好家伙，说这个傻缺啊，就跟郭文贵一样嘛，那都是个妄人疯子啊，他比郭文贵疯的还厉害啊！上了美国的法庭啊，
中心思想就是我做这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事儿，是因为共产党迫害我，是吧？把法官鼻子都气到脑袋后头去了嘛，没见过这么疯的傻缺啊，好吧。哎呀，把李洪志也给逼出来了，李洪志又出经文了啊！各位看看这经文啥意思啊？李洪志的经文说，2月2号，关键时刻看人心。哎，什么叫看人心啊？说关卫东，你可千万别把我供出来啊！你要把我供出来啊，我就彻底的完球蛋了，是吧？大法弟子的名号是最神圣的，他是最高宇宙大法的修炼者，他是以助师救人为生命根本的。哎，瞧见了吗？你得帮助师傅啊，你不能把我给供出来呀。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以修炼人为标准，以法为重，用法衡量一切，在幕后正法救人这重大的历史时刻，反正这都是邪教的风化了啊！这个意思，以法为大，维护大法，你们千万不能把我给供出去。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啊！意思我是宇宙主佛啊！你们要想弄我，你弄不动我啊！我把你们都给咒死啊！你说这都是疯子啊！从李洪志到底下啊，全都是疯子啊！当然了，他这个玩意儿现在出来喊已经不管用了啊，因为已经犯法了呀！这大法弟子纷纷出来揭露李洪志，李洪志能跑了吗？纽约时报对神韵的这个报道中提到了神韵利用他的附属机构从美国政府那儿榨取纾困资金。事实上，法轮功在这个佛学会这个体系也在疫情期间从美国政府那儿抽取了很多的纾困基金，就我听说的这个额度应该有4600万美元或者更多。关卫东给大纪元啊诈骗了6700万美元，于超说还有4600万美元啊，这1亿多美元那就够李洪志把牢底坐穿的呢，还有呢啊！而且这些大法弟子也都醒悟了啊，说悉尼的老徐说是我儿子生日啊，是那个79年的法轮功害死了我儿子啊，余生就要声讨邪教，法轮功打着去病健身的幌子骗人，他的儿子信法轮功，一家子信法轮功，不吃药，自己的儿子病死了啊。针对法轮功邪教近期参与当地圣诞老人游行活动而引发的争议，2024年12月13日，新西兰先驱报刊登其高级调查记者迈克尔·莫拉的文章，他采访了前法轮功成员及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一名新西兰当地前成员讲述其父亲因信奉法轮功据医俱药的歪理邪说病死后，却在法轮功圈内遭到嘲讽，称其活该。邪教问题研究专家指出，法轮功热衷参与此类活动，正在通过公关掩饰自己的邪教面目。抖音师傅是不是这钱都不知道，以及说那个新唐人大纪元没钱了找师傅，有钱了他们就不理师傅了，这个事儿是真的吗？这就是这个很明显洗白关卫东这件事情。他就是在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他就想洗嘛。对，他至少是不是搞钱？李洪志亲自跟我说，他说每个团运作是要300-400万，当时把我放在咖啡厅里，他没事闲着跟我唠嗑，他亲自跟我说一个团1年的开销是300-400万。他说这么多团，说山上运作像个小型的城市一样，说特别贵，电费多少钱，水费多少钱，煤气费多少钱，说建这个学校花了多少钱，然后说但是也有一些人资助他，比方说他那个什么，他说不是说没有任何资助吗？他后面那个建的中剧场那个屏幕是电子的，他说就有人花800万给他赞助这个钱，就是他那个钱的流水，他跟我讲得很清楚。然后有一年我们在巡回的时候，巡回结束了。然后开全国大会还是同样的音乐厅，然后李锐在上面说点什么，然后那个李维娜上去那何时说什么全运总团长怎么样，然后大家都说完了，李洪志上去了，上去说
今年我们盈利了，哈哈哈哈笑。今年我们盈利了，你们所有在职的人员每人多发500块，你们记得吗？对，多发500块，是他自己明晃晃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钱？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钱？还说不管什么我不管什么所有行政，所有的行政都是他管。谁在哪个班，谁跳哪个角色，谁穿哪个衣服都是他亲自跟我说，所有的那个505都是他给我的，他亲自给我的。谁是1等奖，谁是2等奖，都是他定的，都是内定好的。连那个新唐人都是他定的。新唐人办个比赛什么的，那都是李洪志亲自定好是谁得金奖，然后那个所有的项目，然后各个地方的那个佛学会负责人什么都必须得跟师傅汇报。然后像那个以前那时候山上如果招什么西方人然后来考试的话，基本上我反正跟着师傅一起考，然后呢我们其实根本是就是一个在那儿摆设，师傅说要不要，然后呢当时师傅还对着刘伟说，当时师傅看了我也发现我在，然后师傅就跟刘伟就靠着说工资呢就给他这个数。对啊，他每个舞蹈演员，每个舞蹈员面试的时候，最后能不能过都是师傅说了算。他说我的身份，按照中演会的话，工资也是师傅定的，对吧？对，我们当时没有我的工资就是师傅定的，然后当时是那个好像涨了点儿，然后刘伟还过来告诉我说，师傅给你涨工资了，你去谢谢师傅去，我还得去谢谢。每个人多少钱？我记得他在大会上讲，然后还说，给有些西方人为了给他钱多留下他，好像给了也不多4、5千是吧？一个月，我忘了具体数字，反正当时说了个非常明确的数字。然后，对啊，全都是每一个人。师傅在那什么，也是在西雅图还是在哪里，把我就是坐在那个神韵的台阶上，就跟我说，那个身份都是我帮你办下来的。就是因为我的身份是那个特殊人才签证嘛，就是那什么他先大纪元还是哪个记者给我所谓的做一篇报道，说的东西也都不是我说的，然后发到里面，然后用那个骗那个签证官说你看我是什么特殊人才，把这东西批了之后他说那个工资也是我发的，我给你发的还比给别人发的高啊。对啊，他们会这样，总会这样说。对啊，李洪志亲自跟我说的。这些李洪志醒悟的弟子把李洪志接了个底儿掉，现在李洪志是彻底的完球蛋了。关卫东现在面临着如果自己把这个事儿扛下来，那就得牢底坐穿，而且他也扛不住。问题是6700万美金，关卫东都洗到哪儿去了？全洗到神韵，全洗到李洪志兜里边去了，他扛也扛不住。人家说你这钱你自己花了，你干嘛了你吃啥了？你能花这些钱？所以一查就查到了李洪志这个呢，这6700万都是诈骗来的，骗的美国政府的，对吧？然后呢，得还给美国政府，再加上数倍的罚款。李洪志这些年骗的这些棺材本都得罚光了，而且还得牢底坐穿。所以这个关卫东是把李洪志供也得供出来，不供也得供出来。现在就面临着这个情况，大纪元新唐人的员工现在集体造反，说不允许张兵就是李洪志任命的，然后再介入任何事务，要重新选举临时 CEO， 罢免张兵，要查处3人的行为。好家伙，看见了吗？大纪元的职工都造反了，现在李洪志是压也压不住了。朋友们，让你们说李洪志这老小子的末日是不是就在眼前了？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